魏无羡迷迷糊糊道：“你唱歌好听吗？”蓝忘机忽然两眼微睁，魏无羡缓缓看向蓝忘机，眼神中迷茫又疑惑。他看着蓝忘机白皙俊美的脸，缓缓开口道：“我是不是对你说过这句话？”蓝忘机的气息不再均匀。魏无羡环顾了一下四周，确认自己和眼前这个人正在一个山洞里。不知为何，魏无羡脑子里忽然闪过刚刚那句话，觉得熟悉无比，总感觉他曾这么对眼前这个人讲过的。在魏无羡还在思考的时候，眼前的人开口道：“讲过。”魏无羡微微皱眉，事情更加复杂了。他道：“好像也是在这种地方，这样的洞里。”蓝忘机点点头。那么，请问？蓝忘机紧紧地盯着他。阁下哪位？感觉到对方似乎有些情绪不太好，魏无羡干咳了2下，觉得怪抱歉的。不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醒来就在这破地方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蓝忘机眼帘微垂。无事。魏无羡实在是受不了了，让别人不开心，他自己更不开心。他连连安慰道：“啊，这位公子不要难过，我记性很好的，肯定很快就能想起来。”听到魏无羡说自己的记性很好，蓝忘机的神色竟缓和了几分。虽然表情变化得很微弱，魏无羡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宽慰起了效果，暗自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开始认真观察眼前这个人。只见这人一袭白衣，干净儒雅，背上背着一把琴，长发如墨，额前系着一条白白的抹额，上面绣着卷云纹。“你叫什么名字？”蓝忘机轻轻呼了一口气，随后表情平静道：“蓝湛。”“哦，真好听，我记住了。这里是什么地方？”“玄武洞。”“玄武洞，因为有大王八。”蓝忘机点点头。魏无羡还在四处观察，蓝忘机忽然开口道：“魏婴。”“嗯？”蓝忘机微微上前一步，在他面前真切道：“你当真不记得我了？”还没来得及愧疚，魏无羡眉间一皱，他忽然感觉到四肢传来一阵强烈的灵力波动，仿佛要将他震碎。魏无羡眉头紧锁，呻吟出声，捂着心口，难受地跪倒在地。蓝忘机立马上前，将他紧紧接在怀里。他失声道：“魏婴。”魏无羡却痛得答不出话了。蓝忘机伸手去探魏无羡的脉象，片刻之后，他眉头皱得更紧了。魏无羡体内的灵力居然正在强烈的互相排斥，疯狂冲撞，在他的四肢和躯体中乱窜。魏无羡现下已经疼得晕了过去，蓝忘机只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紧紧地握住魏无羡的手，使了个蓝家的禁术诀。正如灵力可以输送一样，灵力也是可以吸取的。蓝忘机这时打算将魏无羡身体里躁动不安的灵力暂时吸到自己的身体里。明明已经痛晕过去，在感受到手腕传来的压力以及灵力的流失之后，魏无羡居然睁开眼，醒了。他脑子还有些晕，但是看了眼自己的手和眼前这个人表情隐忍的模样，他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一把把蓝忘机推开，喊道：“住手！”蓝忘机脚下后退了2步，又上前要去抓他的手。“魏婴，手给我！”魏无羡痛着躲开。“你先停下！”他最受不了欠别人人情了。蓝忘机却不由分说，上前直接把魏无羡控制住，狠狠地将他按倒，压着他的身体，抓过他的手就继续吸取魏无羡的灵力。魏无羡被压得动弹不得，咬牙道：“你别说话！你这是干嘛？吸过去，难受的就是你。况且这是我的灵力，要是到你那，只会更排斥你的身体，你会比我更难受。快停下来！”然而不管魏无羡怎么挣扎，怎么抗议，蓝忘机都无动于衷。渐渐的，魏无羡终于感觉到那阵钻心的痛楚慢慢消失了。他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满脸急切地看着蓝忘机。他道：“蓝湛，你怎样？快把灵力还我！”蓝忘机紧闭双眼，呼吸微乱，没有说话。魏无羡伸手去抓他的肩膀，大声道：“你说话呀，你怎么了？”蓝忘机的眉头又动了几下，随后缓缓睁开眼，眼里却是一层疑惑。他开口道：“没反应。”“什么？”“你的灵力在我身体里没有反应。”魏无羡愣住了。“怎么会这样？”“或许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灵力本身就来自于我。”
魏无羡睁大双眼，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的灵力来自于你？蓝忘机低眉思索，似乎也在想其中症结。魏无羡对眼前这个人根本就不了解，听到自己苦苦修炼的灵力被旁人冒领了去，觉得有些被冒犯。但看在这人不像是令人讨厌的人，这才没有过多表现。加上魏无羡也觉得此人说的有道理，眼前的情景只能是这么推测了。想不明白，索性不想了。魏无羡盘起腿就坐在了地上。现在倒也还好，两个人都不痛也不难受，就是感觉自己似乎平白无故的被捡了便宜。越想越觉得不服，魏无羡非要弄清楚。你的身体没有异样？蓝忘机点点头。魏无羡轻轻垂了下地，一点都没有。行吧行吧，现在我没有灵力了，废人一个。不知为何，魏无羡说完这句话的瞬间，他感到身边的人闪过一丝隐隐的不对劲。果然，下一刻蓝忘机涩声开口道：你不是？哈？你不是废人？哦。魏无羡心道：这人我当真跟他很熟。想到此处，魏无羡也不去纠结什么被占便宜这种事了，他更开始好奇眼前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问道：我们怎么认识的？蓝忘机的脸色似乎柔软了许多，他想了想道：打架。魏无羡笑了：哦，哈哈，确实像我的作风。笑完，他又问道：谁赢了？蓝忘机目视前方，眼底似乎有一潭翠绿的春江水。他道：你赢了。哈，我真不错。说完觉得这么说不太好，魏无羡又补了一句：当然，你也很不错。输给我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哈哈。魏无羡的嘴太快，发现这句话更不太好了。但是他又想了想，感觉这人这么温柔，应当不会跟他计较这些。谁知不仅不计较，相反的，眼前那人却道：甘拜下风。魏无羡这下倒还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摸了下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自在的道：也没有吧，我想你肯定也很厉害的。啊，那是什么？魏无羡的难为情一下子被打断，因为他忽然发现在眼前的石壁上居然刻着字。这没发现还好，现在发现了这行字，魏无羡的嘴张的简直能一口咬下3个馒头。因为那石壁上写的是蓝忘机魏无羡天生一对。顺着魏无羡的视线和叫声，蓝忘机方才自然是也朝那边看去的。魏无羡的表情简直不要更精彩，正愣呆住半晌，魏无羡才缓缓把头转过去，艰难地看着蓝忘机，颤声道：这位蓝战兄，你不会刚巧也叫蓝忘机吧？蓝忘机看起来也有些不自然，他视线微垂，没有直视魏无羡的眼睛。是我。这下魏无羡是真的愣住了。什么呀？眼前这个人怎么和自己天生一对？先不说他是男人，而是自己从来就没有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啊。哪有人和别人天生一对的？捆在一起累不累啊？魏无羡表情怪异，动作夸张道：这是假的吧？这是谁写的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到底是谁啊？我怎么在这里？一连串的问了一堆东西，魏无羡再也冷静不下来了。蓝忘机看他这副模样，眼底布满担忧，他似乎很想伸手去拥住他，但还是忍住了。他想了想，只温声道：魏婴，没事。你当然没事了。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加入会员，听更多望仙故事。小兵感谢您。